欢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姨太最近看到一个评论，很多歌手是把歌唱进你的耳朵里，让你觉得好听和不好听，而华晨宇的作品是把歌唱进你的灵魂里，让你开始思考歌里的画面与格局。他的作品听完以后会让人引发思考，可以说他的每首歌都是艺术作品，理解了才会欣赏，经得起时间检验。也许你现在无法理解，觉得不好听，但隔段时间再听，感受会不同，会有被他的音乐感染，进而会喜欢。上一周的歌手华晨宇所选择的一首歌曲是《我们》，一直唱着原唱，突然的翻唱仍然取得了好成绩。创作和唱兼具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如今这样一个属于流量时代，我们能发现大部分的歌手都有着明显的短板，而华晨宇则是展现了自己在改编和原创上的能力，尤其是在创新音乐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姨太很喜欢华晨宇的那首《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以往更看重旋律的我，这一次由衷的被歌曲的编排所震撼，尤其是结尾部分的念白是相当有想法的。这一期的华晨宇所带来的是一首原创曲目《神树》，这是一首尚未发行，只在华晨宇的演唱会上演唱过的歌曲。华晨宇其实有着挺多这样的歌曲的，所以说喜欢华晨宇的朋友去听演唱会，有时候是会有惊喜的。相信看过歌手2020节目最新一期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个很大的疑惑，明明才刚重回第一的华晨宇，怎么突然之间排名降了这么多？要知道，在此之前，华晨宇从未跌出过前3名，甚至一度霸占单场冠军的宝座，就连日本歌姬米西亚都被华晨宇压着打。可以说，论个人实力，华晨宇绝对是今年歌手2020的第一梯队。而即便是算上之前参加的歌手2018在内，华晨宇一共也只拿过2次第5，算上这次，其余时间排名全部在前3以内。不得不说，这突如其来的垫底让人有些措手不及。但其实如果真正去分析原因，华晨宇这一次并不是输在了表演上，而是没能战胜节目的赛制的最大弊端。首先，《神树》这首歌的立意非常好，保护环境的主题深入人心，同时大量的气氛渲染能够引发听众共鸣，再加上迷幻风格的代入式，足以让听众沉迷其中，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但这样的歌曲终究不适合歌手2020的舞台，就像之前很多观众对于娓娓道来和高音的讨论一样，一首创作背景再丰富、内容再感人的歌曲，如果不能靠表演时的几分钟去打动听审团，那么一切都是徒劳。毛不易输在了这里，华晨宇如今也犯了同样的错。或许华晨宇目前来说还欠缺一点感觉，但是从《神树》这首歌里不难看出华晨宇的野心，他正在逐渐脱离创作音乐的范畴，走向一个更高的层面。姨太之前说过，华晨宇很会写和声，尤其是对一首歌曲在哪里该要加大剂量的把控，华晨宇能够做到比任何人都要好，这是他独到的音乐天赋自带才能。而大量和声加上效果器的运用，如果再将现场的表演形式等多方面结合在一起后，神树这种作品其实称之为艺术会更加贴合一点。不过很遗憾的是，歌手2020这个舞台限制了华晨宇的发挥，亦或者说是限制了艺术的发挥，因为这里比的是技巧，而这也是歌手系列节目一直以来最大的弊端。过于紧凑的出场根本不足以让一首内容超前丰富的歌曲完整，也不足以让听审团有时间去细细品味和体会，他们只能被动接纳，囫囵吞枣，放弃咀嚼嘉宾的表演，没有时间反应，也没有时间停下来消化。有趣的是，这一次垫底的情况和当年歌手2018里华晨宇演唱《山海》时的情况极为相似。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华晨宇用力过猛，虽然高音很震撼，但缺乏情感。可是时间一晃过去了1-2年后，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回头感受华晨宇当时演唱的《山海》，并认为这是一场足以载入歌手节目史册的表演。其中华晨宇的呐喊、爆发、回望，每一种情绪都淋漓尽致。但遗憾的是，当时山海只得了第5名，是华晨宇参加节目史上最差的成绩。而如今的神树恰恰也是第5名，第2次最差成绩，确实意难平。如果华晨宇是因为自己确实发挥失误垫底，相信粉丝也好，观众也罢，大家都无话可说。
可如果华晨宇的表演没有任何问题，仅仅是因为舞台和赛制的问题，导致歌曲没有机会被听使团细品就做出投票决定，那可真的太冤了。所以说，到底歌手应该如何去权衡比赛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当自己想要表达的作品和赛制有冲突，甚至可能会因为竞技类舞台不可避免的弊端而失利，选还是不选就成为了一个难题。所幸华晨宇选择了坚持自己，这或许就是他作为新生代扛鼎人的自觉，也可能是一位痴迷于音乐的歌手的条件反射，只要有机会唱，其他的都可以放在一边不管。最后对于第6期比赛的结果，我觉得既然木已成舟，粉丝们选择接受就好，静静期待华晨宇下一期的大招。至于歌手节目赛制上的弊端，或许有一天会得到改善，或许不会，但这并不影响观众的判断，名次决定不了强弱。当然，站在以太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华晨宇能够多唱自己原创的偏燃偏炸的曲目的。选秀节目出道的华晨宇这2年的势头越来越火，同期参加的综艺节目有2个，一个是湖南卫视的王牌音乐节目《歌手当打之年》，一个是浙江卫视的王牌节目《王牌对王牌》。这2个节目都是华晨宇第2次参加录制。2018年，华晨宇就参加了歌手的录制。作为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华晨宇一直以非常高的排名坚持到了最后，并且获得了整季歌手第2名的好成绩。他面对的对手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有来自英国的王牌歌手，也有国内非常优秀的唱将。作为其中的90后歌手，华晨宇可以说是一马当先了。在之前参加的2季音乐类综艺节目《天籁之声》中，华晨宇的改编经常惊艳四座，不仅把没有一个歌词的《西游记》主题曲改编成了后来非常有名的《齐天大圣》，还有神曲《我的滑板鞋》，改编后的版本非常引人注目。在腾讯偶像选拔类节目《明日之子》中，华晨宇连着3季作为导师，对每个选手都给到了非常有用的建议和意见，也和不少选手有了非常完美的合作舞台。每一次的点评，华晨宇几乎都超出了导演组给定的时间，显示出了华晨宇非常专业的音乐素养。喜欢华晨宇的粉丝朋友们都知道，华晨宇对音乐的执着，对于每一个和声的展现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其实这个和声观众可能听不太出来，但也要做到最完美。几十个人一起录制的和声，即便有一个人出错也不放过。每年都开的演唱会也成为了华晨宇和粉丝们1年中最期待的事情。自出道以来，华晨宇每次演唱会都几乎是2场甚至3场连着开的方式，连着3天在万人体育馆中开演唱会，对于每一个歌手的嗓子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华晨宇把每一场演唱会都做到了最完美，每年的演唱会抢票项目也成了众多粉丝调侃的梗，连他自己都抢不到的票，就可见抢票速度有多快了。每一次华晨宇的演唱会都会有几万的名额，即便这样也会在1到2秒完全抢空。所以说，去看华晨宇的演唱会需要的不仅是时间，更是运气。华晨宇说过，自己最遗憾的事情就是看不到自己的演唱会。在娱乐圈中，大多数音乐人和演员都给予了华晨宇相当高的评价。在奥运冠军中，也有年少的游泳运动员获奖后的获奖感言是想去看一场华晨宇的演唱会。花花也会立刻给出回应，演唱会的门票一定会给你留。华晨宇的粉丝简直分布于各个行业。事实证明，华晨宇成为了现在实力与流量兼并的明星。这几期节目中，华晨宇的演唱都非常的有震撼力，从寒鸦少年到斗牛，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荒野魂斗罗，我们神树，华晨宇的每一期表演都获得了非常多的掌声和评价。其中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是写给正在疫情中央的自己的家乡湖北，并且佛系对待赛事，并不是说对于比赛不用心，而是对名次很佛系。从上一次参加歌手到这一次参加歌手已经过去了2年，华晨宇说在这其中他自己也有了进步，想要看到不一样的自己。我们也期望着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看到更好的华晨宇以及更多更完美的作品。所有的掌声和鲜花，所有的争议和喧嚣，都不过是华晨宇的时代见证者和参与者而已。最后，以太希望华语乐坛能多一点像华晨宇这样的另类歌手，更疯一点，更自我一点，不要给音乐画框框，接受多元化，不需要为了取悦大众而给自己的音乐套上枷锁。对于粉丝，求认同，求真心，求质不求量，放肆做自己就完事儿了。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